见前方有路过的车，他毫不犹豫用身体去阻拦。车停下的时候，他也倒了。这车主正好就是将要和他结婚的楚萧景，冥冥中的天意让楚萧景要对童话伸出援手。然而，当楚萧景的助理要把童话带上车时，被刺伤的继父又来了。她是我女儿，把她交给我吧。你怎么证明她是你女儿？啊，实不相瞒，我女儿精神有问题，刚刚在家里刺伤了我和她妈妈，现在一个人跑了出来。小李，在谋测什么呢？楚总，有个人说这个女士是他女儿，还说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，他要带她走。那就让他把她带走吧。他是坏人。这楚萧景多留了心眼，他察觉到继父不是好人，但也不敢轻易相信童话，所以他要拨打报警电话。坏人见状原形毕露，继父终究还是抛下童话跑了。楚萧景替童话包扎了受伤的腿，可他的伤口止血后，他本人却愈发不对劲。不用去医院了，送我们去酒店。楚总，这小姐的病怎么办？她的病医院可治不好。那就别后悔。一夜的时间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童话醒来就察觉到了，总比被杨凤元那个畜生玷污了强。我一定要跟妈揭露杨凤元那个畜生的真面目。妈，您打我！刺伤你杨叔叔也就算了，你还朝他头上泼污水，你杨叔叔这几年白疼你了，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恬不知耻的白眼狼？妈，童话终究还是错付了，在妈妈的恋爱脑面前，他们的母女情深一文不值。一旁的继父更是庆幸自己娶回一个眼瞎的老婆。你别骂花花，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，对他太好了，才会让他如此肆无忌惮。慧兰，算了，花花不愿意嫁就算了。昨晚她刺伤我时说的那些话，我也想了想，确实是我不对，不应该牺牲花花来保全公司。杨丰源，你敢对天发誓，昨天晚上没有对我跟我妈下药，也没有对我做不轨之事吗？童话的威胁徒劳无功，像继父这种不要脸的人，发誓这种事真就当吃生菜。我杨丰源今天所说的话，如果有半句假话，我不得好死。我说的是昨晚的事，不是你现在。童话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有闹，我很清醒。昨天晚上就是这个畜生想要对我做不轨之事，要不是我划伤了他，弄伤了自己，遇到好心人救我，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跟他对峙，而是在派出所。拿捏了童话妈后，这继父毫无畏惧，一口一个喊冤，还不忘催促童话妈妈赶紧报警。这妈妈竟还认为一切都是童话为不结婚自导自演的戏，开始以死相逼童话和楚萧景结婚。遇上这样的妈，童话只能认栽。第二天如妈妈所愿，童话穿上婚纱嫁入了楚家。收起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你要是搞砸了婚礼，咱们母女的情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乖乖出嫁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嫁过去了还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吗？我答应过我爸要好好照顾你，人生抉择上的事情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婚礼台上，楚萧景并没有出现，只有作为新娘的童话独自站着，迎接着台下宾客的闲言碎语。婚后，童话被带进了医院，因为楚萧景生病，常年都住院。童话这个刚过门的妻子，顺理成章就变成了他的看护。还以为你一个将死之人会是形如枯槁的模样，没想到这么帅。长得这么帅又有什么用呢？反正也快要死了。你若是能健康起来，其实做你的太太也蛮不错，至少你又有钱又有颜，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也不算太糟心。原来是你，早知道是你，就不必费心思装病来这里了。见是老熟人，楚萧景毫不犹豫将童话抱上病床，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同床共枕了。
第二天就被原先的看护阿姨喊醒。你想照顾就照顾呗，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样跟二太太说话的？二爷你醒了，我这就给太太打电话。站住！给太太道歉。对不起，二太太，我刚才不该跟你犟嘴。没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哦。这一闹，看护阿姨也不干了，童话彻底变成楚萧景的新看护。楚萧景一生急了，他就得扶她去上厕所，谁料一不小心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你干嘛？帮我拖。你说什么？你不帮我拖，我怎么上厕所？尿裤裆里啊？你又不是手残，你可以自己脱。行。你先等我出去，你再脱。我们是夫妻，给你看，没关系。我有关系。怎么？你嫌弃我？我小名叫同林鸟，不能伺候你上厕所。同林鸟就叫同林鸟，你自己听。原来楚萧景一直都健康得很，这么多年来都装病，不过是为逃避财阀家族的尔虞我诈。演戏要演全套，童话回门时，他也装病没有陪同。与其说童话是回娘家，倒不如说他是回去受气的。他刚坐下，妈妈就故意挑刺，说她的丈夫即将去世。童话听不下去，直接起身回房。然而刚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就看到继妹躺在她的床上，还随意玩弄她的东西。把你手上的东西放下。还给你了。自己去捡起来。童话，你少在我面前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。这里是我们杨家，你别忘了，你跟你妈现在是寄人篱下的人。没有我爸爸，你跟你妈早就睡大街去了。是吗？那你问问你爸那个狗畜生，当初他是怎么跪在我妈面前求我妈嫁给他？童话，你找死！童话，你这个贱人敢打我！杨娇娇，以前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是看在你爸对我妈还不错的份上。以后你要是再敢惹我，今天就是你的下场。这些年的怨气一触即发，童话打算用掌清算完，谁料妈妈和继父赶来阻止。妈妈二话不说，只骂童话，童话没有反驳。在这个家里，他已经掌握了见鬼说鬼话。我这是在跟娇娇妹妹闹着玩呢，她原来不是经常这样跟我开玩笑吗？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这是开玩笑吗？妈，你忘了，之前娇娇妹妹经常这样跟我闹着玩。谁料妈妈还是不买账，硬是要童话道歉。看着妈妈围着这对虚伪的父女俩团团转，童话看不下去了，但是他已经叫不醒装睡的妈妈，只能无奈先离开。妈妈却还不依不饶。今天你要不跟你妹妹道歉，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让我道歉也可以，让她把之前欺负我的那么多次都一一道歉，还有刚刚把我爸奖牌扔到垃圾桶里的事。阿姨，我没有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诬陷我？过去是过去，咱们就讲现在，赶紧道歉。妈，要是我不道歉，您是不是又要说不认我这个女儿了？妈妈这一掌彻底拍碎了童话内心的母女情深，她更坚决要离开这个家。可刚走不久，她又开始留恋妈妈，不停埋怨是自己惹怒了妈妈。就在这时，楚萧景来了。想不到我娶了个败家老婆，是这样发泄情绪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老婆自己一人偷偷跑了，我总得出来找一找吧。我没跑，我就是出来办点事，顺便散散心。事情办好了吗？办好了。那可以请我吃饭了吗？啊？你之前说要照顾我的，你自己说的。我把我妈派的那些人都遣散了。那好吧，你想吃什么？听你的。那好，走。童话觉得很意外，在从来都不熟的楚萧景身上，他居然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在乎。面对楚萧景时，他也慢慢降低心中的戒备。你是病人，应该我照顾你。虽然你更想做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林鸟，但我更想做得逞比木何此死，愿做鸳鸯不羡仙的鸳鸯。照顾自己的妻子，应该的。当被楚萧景追问在娘家的经历时，童话终于敢说出自己的委屈。我妈打了我。所以是你的问题？
是我妹先挑衅的我。我妈跟杨丰源是重组家庭，我妈怕我继妹，也就是杨丰源的女儿接受不了我们的存在，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。可是我妹今天把我爸生前的奖牌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换作是以前，我可能还能忍受，可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我少回娘家，只要我妈开心就好。一听童话要靠牺牲自己才能换来妈妈的开心，楚萧景可不开心了。当知道新婚前一晚继父还对他图谋不轨时，楚萧景更是愤怒，当即就喊停对继父公司的融资。这次融资的中断，加快了继父公司破产的步伐。楚家今天突然中断了融资，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。我们不是按照他们说的把花花嫁过去了吗？楚家今天突然传来消息，说是董事会对这件事有非议，要再商议商议。等他们商议好吧，我们公司早就破产清算了。那我就去找他们，把花花领回来。领不回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说中断融资这件事就是花花的意思，花花终究还是怨恨我。一听自己的男人被女儿下套，妈妈二话不说就找童话算账。童话还没反应过来，妈妈就开始轮番指责。我什么时候搞垮杨丰源了？听从你们要求嫁进楚家，怎么就做人上人了？这一切难道不都是你们安排的吗？你还委屈？如果你嫁过去不跟我们一条心也就算了，你现在暗中搞垮你杨叔叔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嫁进楚家。当初要不是妈以死相逼，我根本就不会同意。另外，我也没有搞垮杨丰源，妈别想什么锅都往我头上扣。住口！你还敢狡辩？不是你背后下绊子，楚家会中断融资？楚家这么大家业可不会出尔反尔。他没有狡辩，是我让人中断融资的，跟你女儿没有关系。萧景啊，我是花花的妈妈。即便我妻子是你女儿，你也不应该三番五次的掌掴她。如果还有下次，就别怪我楚萧景不尊重长辈了。哎，等等，融资的事情已定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妻子的麻烦。您丈夫与楚氏签订的协议，无论是他去法院起诉也好，还是去楚氏集团下面拉横幅也罢，一切都随他意愿。融资的事情没得商量。楚萧景的实力护妻，让童话第一次拥有了专属的爱。她始终想不明白，这个协议丈夫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好。刚刚谢谢你。不用谢，照顾自己的妻子是应该的。我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会突然中断融资了吗？你是我楚萧景的妻子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欺负你。不打算跟我说声谢谢？谢谢你。就只是谢谢？我可是为了你搭进去了楚家100年的信誉。那我请你吃饭。我不缺饭吃。那我也不知道了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这头刚气完童话，妈妈又开始带继父上门道歉。谁料刚走到门口就被保镖拦下，因为楚萧景特意吩咐，除了童话谁都不能随意见他。妈妈无可奈何，可她还是想利用童话，于是假装生病骗童话的闺蜜，亲自替她送信给童话。她的脸色有点苍白，躺在床上，提到你的时候眼眶微红。花花，妈妈知道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了，对不起，妈妈错怪你了。妈妈知道这次伤透了你的心，没有办法再弥补回来。你以后不愿意回来也没关系。这张卡里的钱是妈妈攒的私房钱，你拿着留作傍身。楚家那样的豪门，别让他们看扁了咱们。知女莫若母，这感情牌一打，童话又一次被绑架了，她又一次回去了那个一直都痛恨的家。妈妈一听到童话回来的脚步声，就连忙赶回房间演戏。妈要是真的睡着了，那我改天再来看你。花花，你回来了，妈妈太累了，刚刚睡着了。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爸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这身子呀，
经受不住刺激，这一受刺激，这些年让你受了好多委屈，是妈太粗心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妈妈脸上心酸和委屈演得这么假，童话居然都信了。她只想尽快带妈妈逃离这个家，但还是低估了人性险恶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你就那么恨你杨叔叔吗？妈在信里说的知道的是什么？妈妈知道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娇娇妹妹一直在欺负你的事情。就在昨晚，妈妈已经知道了全部。妈妈知道了，但好像什么也没有知道，索性终于让童话知道，妈妈已经无药可救了。可是你杨叔叔的人品这么多年，根本就不关结婚的事。那天晚上杨丰源就是想对我做不轨之事，妈不信的话可以看我腿上的伤，这就是证据。好了，要不是看在你这么多年受了诸多委屈的份上，今天我不想谈这件事情，我也不想冲你发脾气。妈，您究竟要怎样才肯相信我说的话？难道您要亲眼看到他强暴我，您才肯相信吗？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下这执念呢？没有执念，在妈妈心里，究竟是我重要，还是杨丰源重要？妈妈没有正面回答童话的问题，但是她不断竭力为杨丰源证明，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童话不愿对妈妈再抱有期待，可当她要离开时，妈妈却坚决要把她留下，因为继父的事还没有解决，她还是想通过童话传话，让楚萧景继续给她男人的公司融资。楚萧景不是对你很满意吗？他那天那么维护你，只要你肯求他，他肯定愿意帮忙的。妈嫁给杨丰源这么多年，您什么时候插手过他的生意？杨丰源那么喜欢妈，都不让您插手他的生意，妈为什么会觉得楚萧景仅仅是因为满意我就会同意帮忙呢？那这是他们允诺在先的事情啊！他们答应只要你嫁过去，他们就会替你杨叔叔融资。现在他们出尔反尔在先，我们只是讨回公道。我们？我跟你们什么时候成了我们了？我不是一直都是为你们奉献出去的工具人吗？见童话坚决不愿帮忙，妈妈再次用起老招以死逼女。这次童话还是坚决说不。谁料，妈，你干什么？你起来！要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花花，你杨叔叔他现在遇到了困难，这个困难是我们能帮的。如果他这个关过不去的话，就全完了。你爸爸当年也是因为身体走了下坡路，他身体就渐渐不行了。难道你忘了我们母女俩照顾他的那些日子了吗？妈妈不想再经历一遍那样的日子了。我知道了，妈是要选择杨丰源，楚小姐那边我会让她帮忙的，但是我也会按照我刚刚说的那样，跟妈从此以后断绝关系，从今往后一刀两断。你能帮帮我继父吗？给我个帮他的理由。没有理由，我也没想到理由。我以为你会说，因为我是你丈夫，所以我应当帮你。虽然嫁给你并非我本意，但是我既然已经嫁给你了，你就是我的丈夫，我不会拿我们的婚姻和别人的利益做交换。而且什么？而且你对我很好，对我好的人并不多，我不会恩将仇报，道德绑架对我好的人。跟继父融资的权利我交给你，你可以随时进行，也可以随时中断。为什么？我的妻子都那么通情达理，为我着想，我这个做丈夫的理应如此。那个融资的事情，萧景同意了吗？是答应了，不过有个要求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融资的话，那就老老实实的拿着药去派出所自首。如果你中途敢耍任何花招，我保证不止融资中断这么简单，我会让你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可能。好啊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。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。田正吗？这个狼心狗肺的贱人！我爸爸对你那么好，对你妈妈那么好，你竟然这样陷害他！我要杀了你！警告你第一次，放开我！第二次，快点住手！放开
我！第3次，他勾结我爸爸，你们不抓他抓我，他有没有王法了？娇娇，哎呀，警察同志，这孩子年纪小不懂事，那个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派出所不是你们发泄私人恩怨的地方。好，我知道。这也是我女儿，她俩是亲姐妹，都是自家。这个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们俩。花花，赶紧跟警察同志解释解释，你们俩真是闹着玩的，别麻烦人家警察同志了。